对我们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也说了，RON95汽油补贴只够撑2个月。马来西亚可是车轮上的国家，要是没有这个汽油补贴 ，Grab 得疯狂涨价吧？那肯定要涨啊！我们开车都要开不起了，哪里还会有便宜的 Grab 给你坐？那老百姓会不会很生气啊？安华他怎么敢这样做呢？选票他都不想要了。看来这场战争啊，真的像我们前一期视频说的那样，对东亚国家的能源安全真的产生了很重大的威胁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。大家好，感谢口罩潮势力 A Review 为我们带来的 OB 热点快评，我是 Kevin。大家好，我是 Felin。还记得我们前一期视频所说的，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外海，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，全球大约1/5的石油要从这里通过。除了沙特北部以外，伊拉克、卡塔尔、阿联酋、科威特、巴林这些国家生产的原油，全部都要通过这个海峡才能卖给其他国家。就这么一条通道吗？难道就没有其他备用的路线？美国和以色列打伊朗，伊朗就会把霍尔木兹海峡封掉。这种事情很明显啊，周边国家都是靠卖石油吃饭的，应该早就有 Plan B 吧？有 Plan B 啊，比如阿联酋。他们就从产油区修了一条400公里的输油管，接到波斯湾的外海港口。聪明啊，那这不就能直接解决问题了吗？可惜这个波斯湾外海的港口啊，虽然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，但还是离伊朗太近了。这些天也被伊朗炸了。那伊朗还是很强硬啊。是很强硬啊。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直接就在无线电里向所有过往的船只广播，任何试图穿越的船啊，都可能被导弹击中。No ship in every type is not allowed to pass from a Strait of Hormuz till next notice. This is Sepah Navy, out. 这是直接硬控全球的能源市场啊！对，字面意义的硬控。根据船舶追踪数据，冲突爆发后的第2天，原本每天通过24艘邮轮，结果整下4艘真的能通过。那些剩下的船呢？要么掉头，要么就停在阿曼湾外面干等。在这个湾里，那有好几百条船，平时都是航行起来了，他现在都是在这停着，都是等了。目前好几百艘船被堵在霍尔木兹海峡两边，进不去也出不来。那油价不得上天了？冲突爆发的第2天，布伦特原油就涨了13%。当时就有机构预测说，如果冲突持续，国际油价可能冲上每桶150美元。对我们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也说了，RON95汽油补贴只够撑2个月。Kerana setakat ini kita masih boleh bertahan dalam 1-2 bulan, tetapi petanda-petanda awal tidak begitu baik dan menyenangkan. 马来西亚可是车轮上的国家，要是没有这个汽油补贴，Grab 得疯狂涨价吧？那肯定要涨啊！我们开车都要开不起了，哪里还会有便宜的 Grab 给你坐？那老百姓会不会很生气啊？安华他怎么敢这样做呢？选票他都不想要了。选票肯定是要的，但是老百姓也能理解，国家要发钱补贴老百姓，得提前做预算，花多少钱，花在哪里，得议会批准。以前国际油价稳定的时候，就比如2023年、2024年，汽油补贴每年都接近烧掉了200亿令吉啊，那就是350亿左右的人民币。马来西亚3600万人口，相当于每个人补贴了不到1000块钱的人民币，挺多的。补贴之后，90号汽油折合人民币也就是3.5块一升。那不能这么算，因为之前外籍人士占了补贴总数差不多40%，每年大概80亿令吉，补贴给了非公民，所以实际上马来西亚人民拿到的福利就没有这么多。那自己交税，外国人拿福利，大马政府也是怪大方的嘛。没办法嘛，补贴都是直接补贴在油价上了，以前也不看身份证，但是后来议会呢就反对嘛，到去年9月30号的时候，政府就把 RON95升级成了布地95计划，95号汽油的价格啊，从原本的2.05块调降到了1.99块。马来西亚人凭马来西亚身份证呢，就能直接打这个补贴汽油，每人每月最多300公升。那300升 Grab 司机也不够啊。这个福利本来就是补贴老百姓上下班通勤用的，不是直接拿来薅羊毛的。我记得马来西亚你们是产油国，油价高了，你们不是可以发财了吗？Petronas 每天都在产油，这把不得赚翻了？为什么还说撑不住啊？首先呢，这里有个误解要先破掉。Petronas 呢，它是一家公司，它的任务是把油挖出来了之后卖掉赚钱，然后缴税给政府，并不是直接挖出石油来就直接给人民加到油箱里的。
Petronas 卖油啊，它是按国际油价来的，所以这把肯定大赚。因此，国库肯定可以从 Petronas 手里收到更多的税金。但是收支是两条线啊，政府有权收钱，但是花钱的权利在议会的手里。政府跟议会要钱，目标是通过布地95计划把油价按在1.99块。去年要钱的时候啊，是按照油价稳定的时候来做预算的。但是现在国际油价上天了，政府再以国际油价买来汽油，再便宜的卖给老百姓，补贴这个差价啊，很快就会把全年的预算全部花完。安华说的只能撑2个月，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没错，可是有没有钱是政府的事啊，你们的预算花完了，但是明年能收到更多的税啊，谁要是停掉这块福利，就得考虑政治后果。有选票，说话口气就是硬啊。但是我想，安华也就是说给 YB 们听一听啊，引起议员们的重视，然后追加布地95拨款吧。花式要钱。 Ini something what you want? You nak gaduh dengan saya? Ini time. Fuck you. Kevin 啊，国际油价这样涨，中国老百姓会不会受不了啊？放心，中国老百姓受得了。好吧，那中国也会去应对高油价的问题吧？那你们有什么方案呢？抛开中国老百姓吃苦耐劳，中国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是由发改委制定的。当国际油价在40到130美元之间，国内油价正常跟着动。一旦超过了130美元，国内油价原则上不再上调或少量上调，政府介入，给炼油企业发补贴，分担他们的损失。所以130美元是中国的天花板价，超过了政府就会帮你挡一部分。对。可是油价涨了，压力就会转移到下游啊。你想啊，运输费贵了，企业成本高了，消费者现在又没什么钱，所以你也很难把上游的涨价转嫁到产品价格上。是啊，你涨价，老百姓只会少买、晚买，有计划的买，然后企业就更不赚钱了，裁员降薪也是没办法的事，经济停滞叠加通货膨胀。经典的滞胀。以前是经济好，消费升级，担心过热导致通胀；后来是经济萎缩，消费降级，担心通缩。现在可好，大炮一响，能源命脉被掐住，滞胀要来了。那本来还指望股票市场涨一涨，大家还可以靠偏财支持一下消费。是啊，一打仗，股票价格也开始乱跌。那你看看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啊，最近也都跌麻了。看来这场战争啊，真的像我们前一期视频说的那样，对东亚国家的能源安全真的产生了很重大的威胁。没错，就以中国举例，中国42%的进口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，现在这条海峡关了，只有关了应答期的影子船队，也就是黑船才能过去。中国在这里有这么大的利益，是不是应该干点什么呢？我们以前总以为只有马六甲海峡才是中国贸易和能源的生命线，所以一直想在泰国挖运河，给自己弄一个 Plan B。结果发现啊，马六甲海峡并没有遏制住中国能源咽喉，反而是老朋友伊朗捏了中国的脖子。那中国官方对此有什么回应呢？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说了几句话，大概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，维护这一地区安全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。中方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。但在实际行动上，目前中国做的是在幕后跟伊朗磋商，确保自己的船能安全通过。那安全通过了吗？根据权威海事信息网、信德海事网的报道，这些天有10多艘各国船只通过了海峡，包括大名鼎鼎的中国铁娘子号撒货船。那怎么就大名鼎鼎了呢？因为有报道说这艘船全程喊着 China Owner， 也就是中国船，然后才通过了海峡。然后这个报道还说，其他国家也学着喊，然后就通过了。你说厉害不？那必须是赢麻了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中国官方还没有公开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，但是全世界的船据说啊都在借中国的名字保命，对吧？抛开赢血不谈，咱们上点干货。船能不能过霍尔木兹海峡，不只是伊朗说了算。最近伊朗的声明也只是禁止美、以、欧盟及其支持者的船只通行，对中俄印等其他国家并没有明确禁止。所以原则上，中国的船是可以过这个海峡的。那为什么停着不过呢？因为保险公司不给上保险。你知道，大多数的国际海运公司都要找保险公司上保险，这船才能正常行驶。而保险公司接到保单后，会再去欧美老牌的再保险公司去上一个再保险，
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风险分摊出去。那欧美再保险公司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给你中国、俄罗斯的船上再保险呢？他们给你上再保险，是不是也要给他们自己的船也上呢？是啊，没有保险，那船要是被打沉了，船的损失、货的损失、船员的抚恤金，都得船公司自己赔。那这谁敢乱来啊？而且感觉伊朗这个革命卫队好像政府并不能完全掌控，头头脑脑都被炸死了，现在不就是剩一些小军头自己说了算吗？我们上一期节目就担心伊朗可能军阀化，可能乱。我们都知道的道理，欧美那些再保险公司都干了几百年，肯定比我们更清楚。那我看到美国政府它推出了一个200亿美元的再保险，说要帮各个国家的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。那中国会加入吗？感觉中国在这个区域利益更大。中国可能不会加入，但是有可能自己会推出一个再保险，针对自己国家和友好国家的。摩根大通有一个预算，说需要3000亿美元的再保险额度，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航行。3000亿美元都够打一仗了。中国不是跟伊朗关系挺好的吗？这时候不应该召集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一起出军舰护航，去维护这条航线的安全吗？中国有这个能力吧？能力上肯定是有的。中国海军在亚丁湾已经执行护航任务超过10年，经验不是零。2008年12月26日，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。但一旦做了，就必须要表态，你要护的是谁的船？你跟伊朗的关系怎么处理？以前去亚丁湾是打海盗，现在对手是还没有完全军阀化的主权国家，而且还是和自己关系不错的那种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可是中国说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，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制造混乱，中国要是想取代美国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，不就应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站出来，代表和平的力量，振臂一呼，对吧？那我们马来西亚汽油补贴能不能撑过2个月，跟这条海峡也直接挂钩？既然中国有这个能力，也有这么大的利益，该出手时就应该要出手，派军舰护航，再推一个再保险，给日本和韩国看看你们的利益是谁在保护，对吧？哇，你这是要刨美国人的根啊！因为我相信正义必胜。那接下来中国会怎么做？会不会军事介入，还是会继续在外交上加大力度？海峡封得越久，东亚地区的经济压力越大。屏幕前的观众，你怎么看这场冲突的结局？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